你年仅18就意外成为了全球首富，可却在生日当天自焚在自己的别墅中。你的3个姐姐拼了命的冲进大火，为了去救那个还没睡醒的假少爷，可他们全然忘了被他们以惩罚为由锁在保姆间的你。那种被火焰吞没，头发一点点被烧光，身上的每一寸皮肤被灼烧的剧烈痛楚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，才给了你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但这一次你真的累了。这些期盼已久的亲情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痛楚。可是为什么这次他们却后悔了呢？如同上一世一样，门外传来了重重的敲门声。陈凡，你长脾气了是吧？快点给我开门！早知道你是这种没有教养的孩子，就不该把你带回陈家。这次作为二姐的陈和话还没说完，有些破旧的房门便被打开，只见你举起手中断掉一只手臂的玩偶，重重地砸向地面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与陈默争抢。前世这个玩偶正是二姐在你刚进陈家时送给你的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将这个玩偶视若珍宝，而陈默明明知道这些，却偏偏要和你争抢，导致玩偶摔断了一根胳膊。那一刻，陈默眼角的笑仿佛在警告你，不要妄想一些你不该得到的东西。不过现在嘛，你确实不在乎了，那种被火焰灼烧吞噬殆尽的感觉，你也不再想体验一遍。此时楼下的几人听到动静，也纷纷上楼查看。当陈凡的父亲陈浩东看到地上的木偶，眉头都忍不住微微皱起，而作为假少爷的陈默瞬间变红了眼眶。对不起，陈凡哥哥，是我不好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但不要对着姐姐发脾气啊！姐姐也是为了你好才上楼叫你吃饭的。听着这一番茶言茶语，要是放在之前，你一定会被气得半死，但现在却发现是那么的好笑。行了，你一个男人动不动就哭，不觉得恶心吗？还有叫我下楼吃饭，你们有一次等过我吗？真是太可笑了！只要开饭就绝对没有人通知我，无论迟到还是早到，都会被父亲一顿臭骂。陈凡，我看你越来越没大没小了，你弟弟也是为了你好，真不知道明明你才是老娘亲生的，为什么和陈默差的那么多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。而你对于这种明晃晃的天性早已司空见惯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造反了是吧？那今天就别吃饭了。说罢便带着几人下楼。你也不在乎门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也顾不上饥饿，直接躺在床上倒头就睡。第二天一早，简单洗漱后便出门而去，反正也没人会在意你的存在，还不如早点走，别给这一家人碍眼。但没想到会在大厅碰到正在喝咖啡的大姐陈黄，你本不想搭理，但这时传来一阵清冷的女声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“去学校。”说罢，你便直接走出陈家别墅，没给陈黄一点反应的机会。这小子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平时见到都会贴上来跟我甜甜的打招呼，虽然自己从来不理会。走在路上的你，感受着久违的微风，这让你切实的体会到，你真的还活着。原来不在意就不会受伤，伤我最深的人，往往都是最在意的人。我拼命渴望的亲情，在他们眼里或许就是个笑话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渴求这些了。来到学校，看着往日淅淅沥沥的同学，感觉是那么美好。随着上课铃声响起，你也回到了自己的班级。今年正好面临高考，前世我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家人身上，浪费了我这大好天赋，导致原本名列前茅的成绩一落千丈。这一世我定要你们后悔。此时的陈家，陈浩东一言不发地盯着餐桌，宛如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。陈凡人呐，是不是还没起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难道要我们一起等他一个人吗？陈凡哥哥可能还在生陈和姐姐的气，我上去给陈凡哥哥道个歉吧。他已经走了。此话一出，餐桌上顿时安静了一瞬。走了？这么早他去哪里？刘管家。怎么了，老爷？负责接送陈凡的司机是谁？禀告老爷，陈凡少爷一直都是自己走的。自己走？谁让他自己走的？还是说他觉得我们陈家连一个司机都请不起？老爷是您说，小少爷刚回来，不能太高调，所以就……此话一出，陈浩东也沉默了下来。他是想着你刚刚从外面接回来，身上肯定还带着不好的习惯，先不要对外面声张，以免做出什么事情让陈家失了颜面，就暂时没给陈凡派人接送。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1年过去了。行了，派一个人接送陈凡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说，天天自己走向什么样子。是老爷。刘管家自然是答应下来，转身去物色合适的人选。当晚上放学时，一辆豪车便停在你的面前。少爷请上车。一个身穿西装的小伙子连忙下车为你打开车门，而后座上坐着的赫然是二姐陈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见你不为所动，陈和直接上手把你拽了进去。怎么还要等着我给你道歉？见你不为所动，陈和的心里更是恼火，一把便抓住你的手腕，可不抓不知道，一抓他才发现你的手腕简直纤细的可怕。你一直这么瘦吗？哈，我要感谢你们陈家给了我一个地方住，能有个保姆房住总比流浪强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们陈家？难道你陈凡就不是陈家人了吗？要不是你刚进陈家时爱偷东西，还故意把你弟弟推倒，经常与外面不三不四的人勾搭，我们会这么讨厌你吗？回到陈家别墅，看着桌子上的食物，你只感觉饿得发昏。从醒来到现在，已经1天1夜没有吃过东西。你个小兔崽子还知道回来！要是放在以前，你一定会低下头，然后瑟瑟发抖的等待父亲责骂，最后连饭都吃不成。但这一次你却是直接坐下，接着掏出一份协议丢在他面前。当陈浩东看清楚上面的内容后，顿时宛如火山爆发，起身便一脚将你踹倒在地。你是想要造反吗？看着父亲将你踹倒在地，众人都慌了，唯有墙角处的陈默暗自窃喜。我说过这一切都会属于我，就算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？刘慧反应过来时，慌忙的上去抱住躺在地上的你。陈浩东，你干什么？
此时的你已经昏了过去，意识的最后，甚至感受到一丝生命流逝的感觉。或许就这么死去也不错。而陈浩东也意识到是自己出手太重，神色也不如往日里的威严，全然是止不住的慌乱。我只是……这时一直看戏的大姐陈黄再也坐不住了，掏出手机便拨打了120。当救护车到达时，几人连忙把你抬到上面。而这时陈默也想跟去，却被父亲直接拒绝。你就在家里吧。看着众人为了你手忙脚乱的样子，陈默的眼神全是收不住的怨毒。陈凡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为什么要回来？此时的医院内，刘慧眸中含泪，急得拼命拍打陈浩东的身躯。你说你对孩子下这么重的手干什么？我只是一时上头，主要是这个。说着便将之前你给他的协议递给众人，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书。霎时间众人都陷入了沉默，直到手术室的大门开启，众人才回过神来。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他的母亲。小凡没事吧？已经没事了，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，导致病人气血不足，身体非常虚弱，加上你们说的摔了一跤胸部受损，回家后注意静养，多补充点营养就没事了。听到医生说没事，刘慧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医生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可以，但不要刺激到患者。而陈浩东还想进去，却被陈黄拦住。爸，也就先在门外等着吧。陈浩东也自知理亏，也没有说什么。刘慧看着病床上面的你，眸中也忍不住泛起泪花。小凡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跟妈妈回家好吗？听到这，你倒是来了兴致。想让我回去？可以啊，把陈默送走我就回去。他霸占了我17年的人生，这不过分吧？陈凡，你别太过分。小莫他没有家人，已经很可怜了，你让他现在离开，他该怎么生活？怎么生活？他都快成年了，难道自己活不下去吗？那我从出生到现在这10几年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一个孤儿都能活下来，他一个快要成年的大男人怎么活不下来？不过是你们的借口罢了。陈凡，不要得寸进尺，若是其余条件都没问题，但唯独这个不行。你对于这个结果早已料到，只不过从一开始还保留了一点点的期望。好，那我们就断绝关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在威胁我们吗？我说既然你们不愿意把陈默送走，那就断绝关系吧。这时一直在门外的陈浩东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将房门推开。好，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陈家的人了。说罢便直接在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，接着猛地丢在你面前。爽快，那我还得多谢陈先生了。你也是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拿起一旁的笔，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。逆子，很好，我倒要看看没了我们陈家的支持，你该怎么活下去。说罢，陈浩东带着几人准备离去。等等。哼，果然我就知道陈凡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，一见我们要走就立马坐不住了，这一次可不会那么轻易的原谅你。你们给我的钱我1分都没有花，一共2万，原封不动都在你们给我的卡里。还有这1年来我在家里没吃过几顿饭，但我还是每天都算上，一天算50块，1年就是18000，不过分吧？学费你们就交过一次，之前的我学费全靠奖学金与贫困补助，给你们算4000块也不过分吧？放心，欠条你拿着，等我上大学能打工就还给你。当几人回到别墅，陈浩东气得直接砸了一个餐桌上的名贵花瓶。这小子怎么敢的？难道我们陈家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吗？而躲在楼上偷听的陈默却是内心暗喜，这可是你自己作死，可怪不得我。刘管家，带我去那小子的房间，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出来。我就不相信这小子离开陈家能生存下去。但他似乎忘了，你从小便是孤儿，这么多年没有依靠陈家，也照样活下来了。刘管家虽说有些不忍，但也只能在内心暗自叹息。而当几人看到你的房间时，却是直接傻眼了。一张简陋的小床，还有一个小衣柜，里面摆放着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，其余便再无其他。老爷还要收拾吗？同时刘管家内心也为你感到惋惜，这么长时间才得到家人的关注。此时的陈浩东也被震惊到愣在原地，没想到这1年来你会过得如此。收拾什么？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刻把小凡给我接回来。重生归来，一向对你如洪水猛兽的二姐，竟亲手将你坏掉的玩偶修好，而你却反手扔进了垃圾桶。当众人再次赶到医院时，却发现你早已消失不见。他们也一连找了几天，最后才在学校找到你。陈凡，你说了一下，怎么了，校长？这几个人自称是你的母亲和姐姐，你认识他们吗？校长也知道你从小便是孤儿，所以还带了2个保安跟在身后，生怕这几个人不怀好意。班上的众人也有些好奇地看向门外。哇，这几个人是谁啊？都好漂亮。小凡，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？我不认识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既然不认识，还请你们不要乱来，请你们离开。保安。毕竟是陈家不允许你说他是陈家人，所以到现在除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你就是陈家走失17年的小少爷。我真的是他的母亲。不要让几人进来。这位陈凡还真是得寸进尺，居然敢说不认识我们。一直没有发话的3姐陈冰一把将脸上的墨镜摘下。陈冰本身的条件就极为不错，加上有了陈家的支撑，在娱乐圈混的是风生水起。行了，我们先回去吧，等明天再来。还要来啊？照我说，就等一段时间，等晾他几天，他就会乖乖回来了。陈黄也是看了眼你教室所在的方向，虽然他对你这个弟弟确实很愧疚，但你曾经偷过他的首饰不假。走啊，大姐，你忘了今天是小莫的生日吗？而教室内你看着几人离去，内心毫无波澜。突然你双眼一黑，接着又是一阵耳鸣，重重的倒在地上。
先不要起来，营养不良加低血糖，等输完液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就好。谢谢医生。完蛋了，看病不知道得花多少钱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哪里又不舒服了？对不起医生，我暂时没钱，但我可以帮忙做事还钱，打扫卫生搬东西我都行。这点钱对于金氏江家的大小姐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她本来就是金氏医科大的顶尖高材生，之所以来这所学校当校医，也不过是学校下发的援助任务罢了。江心还想拒绝，但在看到你那坚定的眼神后，也只能叹息一声。那行吧，每天放学后抽出1个小时来帮我搬东西，为期1个月可以吗？正好这几天学校正在更新医疗器材和药品，多一个人帮忙也好。听到这，你才笑了一下，点头答应。此时的海市白金汉爵酒店门口，人来人往间，门口更是停满了豪车。感谢各位能赏脸参加犬子的成人礼，接下来晚宴正式开始。随着陈浩东的话音落下，晚宴的帷幕也算正式拉开。10几个江城有头有脸家的少爷小姐围在陈默面前，纷纷送上属于他们的礼物。陈凡居然真的走了，这下整个陈家都会是我一个人的。这时正坐在宴会中央沙发上的陈和，神情却是有些心不在焉。怎么了，二妹？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了小凡。此话一出，陈黄也沉默了下来。的确，今天同样也是陈凡的生日。大姐、二姐，我的礼物呢？陈默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块百达翡丽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大姐。二姐，我的礼物呢？你不会忘了吧？怎么会？18岁的人了，怎么能没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呢？看着面前的保时捷车钥匙，陈默的面容一喜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陈和的身后还有着一个小盒子。你们先玩，我出去一趟。晚上放学时，你也回到曾经熟悉的孤儿院，但发现里面还有几盏灯还亮着。是不是那几个小家伙又调皮了？咦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难道是忘记关灯了？你刚想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就听见砰的一声。陈凡哥哥生日快乐，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我亲手为你画的肖像。看着眼前由无数道杂乱线条构成的人物，你依旧满心欢喜的收下。陈凡哥哥，这是我的陀螺，烈焰旋风，你可要好好珍惜。还有我的。看着面前杂七杂八的礼物，你也是有些哭笑不得。你们几个怎么还不去睡觉？这时一个15、16岁的女孩站了出来。哈哈哈，没事的小丽，给你的生日礼物。看着面前满满一罐各色的千纸鹤，你顿时心头一暖。你明白这是少女在学习之余挤出那一点点时间亲手为你折的。陈凡，你别乱想，这些都是我买的，才不是亲手折的。我知道了。不准摸，这要是让我班上的同学看到，肯定会说我闲话的。好不摸。这时一道苍老身影出现。院长，今天是你的成人礼，过去几年我不管，今天你乖乖做好就行。小黎把灯关了。随着林若离把灯关上，蛋糕上那微弱的烛火便成为这黑暗中唯一的光源。接着一声声生日歌的响起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你想起前世种种，一股酸涩涌上心头，一滴泪水也不知何时从眼角滑落。前世你一心扑在那些所谓的亲人身上，却忽视了这些真正爱着你的人。陈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了，开灯吧，我给你们切蛋糕。而此时的孤儿院门外，一道人影在不断徘徊。随着脚步声的响起，众人的目光也逐渐落在门口的人影之上。我出去一下。去吧，小黎，你回来。婆婆，我让小凡自己去选吧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是走是留全看他自己，这是属于陈凡自己的选择。陈小姐，要是没什么事，你就回去吧。我是你二姐。怎么还要我把协议拿给你看看吗？跟我回去吧，只要道个歉，他们不会说什么的。那请陈小姐说说看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错在哪里了？但是你也不该拿协议威胁我们的，只要你跟父亲好好道个歉，父亲一定会把你接回来的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把陈默送走。陈凡，你为什么非要把小莫赶走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的确是我太过分了。好了，你走吧。不是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去。你特么到底想怎么样？非要老子骂你是吧？此刻就连孤儿院内的林若里都有些惊讶，印象里10几年来，你几乎从来没有爆过粗口。陈和也是愣在原地。对不起。你要是真的对不起我的话，就赶紧走吧。陈和也知道这次你是真的生气了，只好从身后掏出那个小盒子。之前是我不对，不该那么说你，这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说罢便将小盒子打开，露出里面完好的木偶。这是我亲手为你拼好的。谢谢你。面对二姐的质疑，陈默的地位受到危机。为了夺走你的少爷身份，竟想让你永远消失。当陈和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中，众人已经在客厅等待多时。我先回去休息了。等等，你弟弟的成人礼你去哪里了？就连在京师上学的五妹陈婉都被叫了回来。小何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要吓妈妈好吗？我去看小凡了。什么？谁让你去见他的？陈凡，为什么要一次次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？你不过是一个已经离开的人，为什么还要影响这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家庭？爸，今天同样也是陈凡的生日。此话一出，现场顿时鸦雀无声。他们居然没想过，
两人当年被报错生日居然是同一天。我先上楼了。陈和到现在也不敢相信，你居然当着面把他亲手拼好的玩偶扔掉。陈凡，明明你之前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这一切都变了？我不过是训斥了你2句，我为什么要训斥你来着？好像就是因为那个玩偶。陈默当时不小心把玩偶的手臂摔断了，但他明明什么都不缺，为什么唯独要抢你的玩偶呢？难道二位明天跟小凡说清楚就好，先睡觉好吗？他不会原谅我们了。陈黄见状也只是眉头紧皱，凭什么要得到他的原谅？他不仅偷我首饰，还针对小莫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孤儿院内，你确认所有人都睡下后，这才开始收拾桌子。突然一个想法也在脑海冒出，要不在隔壁的夜市摆个小摊，这样也能多赚点补贴孤儿院。第二天放学，刚走到校门口，才想起要帮校医干活还钱来着。此时江心正有些头疼地看着面前的几个大箱子。江医生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陈凡同学这些没问题吧？放心吧，江医生我一个人就行。虽然你消瘦还有些营养不良，但这些活对于你来说倒真算不上什么，毕竟曾经干过的活比这要累得多。没一会功夫你就将全部器材全部搬进去，休息一会吧，辛苦你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高大的人影出现在医务室的门口。请问江小姐在吗？此话一出，江心原本温和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不自然，你自然看得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是江医生的追求者对吗？”小小年纪不学好。此时那精致西装男也推开医务室的大门。江心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那你看完了吧？看完就赶紧走吧。刘宇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江心推了出去。不行，为了我刘家未来的发展，必须得捕获他的芳心。真是气死我了！一个臭小子还敢笑话我！好，我错了，江医生。今天的活已经完成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的。回到孤儿院后，你准备把摆摊的想法实施，但却被启动资金难住。你自嘲地笑了笑，这算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吗？突然几辆豪车停在了你的面前，当看清来人时，你转身就走。小凡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而身旁的陈默一下变红了眼眶。陈凡哥哥，滚！一个大男人天天装可怜，恶不恶心？刘如也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你，在印象里你几乎从来没有骂过人。陈凡哥哥，只要你肯回来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，哪怕是让我离开这个家。小莫，你哥哥不是那种人，对吧，小凡？要是你们就为了这个事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等等，妈妈是来给你送生日礼物的。刘如连忙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拿回去吧，我生日已经过了。小凡，你等一下啊！无论刘如怎么呼唤，始终没有人应答，几人也只好悻悻而归。回去的路上，一直没有说话的陈和突然认真地看着面前的陈默。你之前是不是故意弄坏陈凡的木偶？二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瞬间陈默的眼眶再次变得通红起来。不就是一个玩偶吗？小莫也不是故意的。但那是我送给小凡的玩偶，为什么你偏偏要那个玩偶？我只是好奇，二姐，我可以赔给陈凡哥哥的，只要哥哥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好了，小何，你弟弟也不是故意的。明明之前二姐都是向着我的，为什么今天会为了陈凡来质问我？不行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可能真的会被陈凡代替，我必须要让他永远消失。既然几年前那次计划让陈凡逃过一劫，那我就再来一次。回到陈家别墅，陈浩东看着身后的几人没有你的身影，更是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怒气。那小子还是不肯回来吗？你跟他说，要是再不回来，这辈子就都别想进陈家的大门了。第二天，当你来到学校时，却发现同学们都在准备些什么。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学校组织看电影，你忘了吗？别愣着了，赶紧收拾。男人名叫张岩，也是你在学校为数不多的朋友。等你收拾完，张岩直接猛地向着操场冲去。男人要猛！看着宛如狂风般的张岩，你也有点哭笑不得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生忽然给了你一封信。那给你的。咦，这啥呀？张岩突然冒出的话，把你给吓了一跳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露丝丝给我来着。什么？露丝丝给你的？她可是我们班的校花啊！果然，说什么喜欢肌肉都是骗人的，他们还是喜欢像你这样的小鲜肉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跟他根本不熟，而且都没说过几句话，好吧？估计也就是想问我问题之类的。快点打开，让我死心吧！都说了，应该就是想问问题。你刚打开，3个小字便出现在面前，我喜欢。瞬间，你立马便将信封合上，内心暗道糟糕，写的啥呀？给我看看。没什么，帮我照看一下书包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切，不讲义气。走在路上的你，内心一直在想着怎么拒绝。然而你不知道的是，陆思思一直悄悄地跟在身后。思思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？怎么了，星星？你不太对劲啊！是在想谁呢？啊？没有啊，还没呢。话说你不会喜欢张岩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嘿嘿，开个玩笑。咦，谁想我了嘛？哎呀，思思，你就告诉我吧。面对楚心的死缠烂打，陆思思也没有办法了。
只能把他之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楚心。什么小点声？你居然写情书，还亲手送给那个人？其实陆思思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将那封诉说爱意的信封递到你的手上。但陆思思知道，要是再不抓紧时间，她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说出口的机会了。或许你已经早已忘记当年发生的事。面对校花的表白，你当场拒绝，但在听到她的讲述后，你一时也陷入两难。一直到下午放学，陆思思悬着的那颗心也没落下。当你准备去医院帮江医生时，陆思思也默默跟在身后，直到来到医务室，你这才转身看向身后的陆思思。陈凡同学啊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你没有给陆思思留一点幻想。此时医务室外的江心也听到里面的动静，通过门缝看着里面的一切。陈同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5年前你救过我的。难道你是？你这时也想起来了，好像是当年差点被人贩子绑走那个女孩。是我，陈凡同学还记得我对吗？所以你会答应我的对吧？突然，陆思思开始大口的喘气，伸手朝着口袋翻找着什么。呀，陈凡，快去接点水来。你也是不敢有丝毫耽误，连忙接了点温水递给江心，直到把陆思思安置在病床上，江心这才微微安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凡，你先在外面等一下吧，我跟陆同学聊一下。你没想到当年从人贩子手里救下的女孩，如今竟然是同班同学。此时的医务室内，陆思思慢条斯理地将自己的故事讲给江心听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自私？怎么会呢？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，这并没有什么错。可是他已经拒绝我了。听到这，江心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。突然，陆思思像是下定某种决心。既然我已经如此自私，那便让我自私到底吧。江医生，能把陈凡同学叫回来吗？可以。陆思思，陈凡，其实我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对不起，之前我不该瞒着你的。先天性心脏病？对，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。接着，陆思思看着你，说出她这辈子最难以启齿的话：1个月好吗？就1个月的时间，看在我活不了多久的份上。此话一出，就连江心都面露惊讶。求求你了。可以。你看着病床上的陆思思，终究还是点了点头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但不过只有1个月的时间。你明白那种渴望被爱的感觉，更明白那种无比期待却又触不可及的痛苦。 1个月就足够了。陆思思连忙起身，用那冰凉苍白的小手拉住你的手。陈凡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候你就是这么牵着我的，牵着我走了好久好久，这种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却。你感受着手上的冰凉，也是脸色微红，毕竟也是第一次被女生牵手。你们这是专门上门给我喂狗粮来了吗？小心我告诉你们班主任。年轻真好。对了，待会我送你回家吧。说着，你便起身开始给江心干活，而陆思思也想起身帮忙，却被江心拦住。你好好休息就行，这点活累不着你小男友的。就这样，陆思思躺在床上，全程都将目光放在你的身上。干完活的你额头也渗出些许的汗珠，陆思思也十分细心的为你擦拭。好家伙，居然当着我这个校医的面秀恩爱。行了，今天没什么活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明天再过来帮忙。谢谢你，江医生。赶紧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此时走在路上的两人都没再好意思牵手。陈凡哥哥，我可以每天都跟你一起回家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笑着揉了揉陆思思的脑袋，说实话，你现在依旧只是把陆思思当做妹妹看待，现在你真的无法接受任何感情。那周末可以一起约会吗？就在这时，一辆豪车停在你身边。陈凡上来谈谈。顿时你眉头微皱，你记得之前与陈斌说话从来都是无视，今天为什么要来找我？没空。哼。居然主动牵我的手了，好害羞。等等，我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陈凡，我只是想跟你谈谈，难道你连姐姐的话都不听了吗？等我先把思思送回家再说。陈斌看着你身旁的女孩，也并没有说什么。于是你跟与陆思思在前面走，陈斌则是开车在后面慢慢跟着。陈凡哥哥，她真的是你姐姐吗？之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好了，前面就是你家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你小女友哟，居然还大大方方的承认，还算是个男人。不多时，两人来到一家餐厅。这里是200万，拿上它，不要再纠缠陈家了。这怎么这么像豪门狗血剧的发展？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这些钱完全足够你改善现在的生活。既然你选择离开陈家，就不要再妄想回来，更不要妄想其他的东西。记住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拿上钱消失在我们面前，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对于这个亲弟弟，在他心里是完全比不上陈默的，毕竟陈默当年可救了他的命。见你不为所动的模样，陈斌内心更是充满了鄙夷。怎么200万都喂不饱你？那你说一个数，我满足你。真是头喂不饱的白眼狼，要不是我们陈家，你还是个孤儿呢。哦，我说个数嘛，那就1个亿吧。1个亿？你疯了吗？我就知道你和陈家就是贪图我们的财产，1个亿你可真敢说？对呀，我就是疯了，不给我1个亿，我就天天缠着你们，哈哈哈哈！见你眉眼含笑的模样，陈斌就知道自己被耍了。很好，陈凡，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还有到现在我都没有去找过你们陈家人一次，反而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来骚扰我。不过随你怎么想，但请不要再来烦我，明白了吗？说完，你便直接起身离去。
第二天你照例去医务室帮忙，只不过这次身边多了一个人。虽然陆思思总是想要帮你干些什么，但都被你给拦住了。思思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哪天你被陈凡给卖了，还要帮他数钱是吧？陈凡哥哥不会这么做的。江医生，我就那么像坏人吗？就在这时，医务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。江小姐，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有没有按时吃饭呀？我相信只要我坚持，就一定能打动他。为了给陆思思治病，他父亲私下找人帮忙，却不料对方竟是犯罪分子。刘宇，之前没有和你挑明，是看在同学一场，不想让你我之间太尴尬，但你现在让我很困扰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江医生平时看起来这么温柔的人，发起火来还真是可怕。陆思思不会也这样吧？此话一出，刘宇的脸上也是显露出几分尴尬，无奈只好抱着鲜花悻悻离去。正当江心以为刘宇已经要放弃的时候，门外却再次响起刘宇的声音：江小姐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被气到了。江姐姐那人是谁啊？为啥一直缠着你？没事。江心自然也明白，刘宇看上的不仅是他，更是江家的背后整个势力。突然，江心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拉住陆思思的小手：思思，能不能借你的小男友用一下？啊？关他什么事？怎么还能扯上他？思思，你别误会，我对你小男友没别的意思，姐姐只是想让陈凡帮我把那个刘宇赶走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？当然，姐姐今年都快14了，跟你小男友差6岁呢，我可不喜欢吃嫩草。那你问问陈凡哥哥吧。这些你来决定就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啊，我。嘿嘿，谢谢你思思。随后江心把自己的计划简短的说给两人听后，陆思思与你相视一眼，也都点了点头。思思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跟着一起来吧，正好宴会上会有很多好吃的，到时候你就负责吃，这不太好吧？放心吧，你姐姐我这点实力还是有的。这场宴会本来就是金氏与海氏的商业晚会，作为金氏江家的代言人，他要是连多带几个人的权利都没有，那可真是白混了。但似乎你忘了，既然是两氏的商业晚会，陈家人作为海氏商业翘楚，自然也会出席。天色稍暗，你把陆思思送到小区门口，便准备转头离去。陈凡，昨天我说约会是吗？当然可以，要不就明天吧。你微微一笑，自然没有忘记昨天陆思思所说的话。然而此时你们俩拥抱的这一幕，正被陆思思的母亲看见。怎么了？你自己过来看看，你女儿这才多大，居然还敢早恋？行了，思思，可能剩不了多久时间了，这最后的时光就让她自己选吧。陆思思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目前急需一颗健康的心脏。对了，上周你不是问了一个在医院的远方表哥吗？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没得到答复呢。想找到一颗健康的心脏没那么容易，再等等吧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王医生吗？啊，对，你谁呀？我陆健，李医生介绍的。听说你在市里面当主持医生，想请您帮个忙。医生介绍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于是他把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事一一告知。想要一颗健康的心脏啊，没问题，30万，2个月后我发地址给你，记得带上钱和你的女儿，我亲自给她做手术。行，太感谢您了，王医生。将陆思思送回家后，你便也回到了孤儿院。此时一个人影正站在大门边上。陈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老是阴魂不散啊？小凡能请姐姐进去坐坐吗？别打扰里面的孩子睡觉，有什么事就在这说。谁知陈和居然再次掏出之前被你扔掉的玩偶。小凡跟姐姐回家好吗？我会跟爸妈以及大姐解释的。解释？你怎么解释？解释你只是一时冲动才断绝关系的，我相信爸妈不会。陈和话还没说完便被你打断。那我偷陈皇首饰，你怎么跟他解释？此话一出，陈和顿时被噎住。那我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你怎么跟他们解释？我要找人打陈默，你怎么跟他们解释？其实你一直认为这些就是我做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证据是你做的，但仅凭陈默那3言2语，便直接给你判了死罪。还有前世被烧死那次，被关禁闭也是因为陈默说我跟小太妹早恋来着。那一家人也真是可笑，仅凭一张我与那小太妹的合影就给我定了罪，可我根本不认识那个人，更别说早恋了。小凡就当姐姐求你了，你就服个软不行吗？服软？陈和，难道我服的软还少吗？你们说我是野孩子，说我不懂规矩，说我没个人样，可是这一切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？要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当了16年的孤儿？现在倒好，全成了我的不是。以前在我眼里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，可最后换来的却是什么？偏心与成见。小凡，你别说话。还有陈家刘如嘴上说着一视同仁，可他是怎么做的？害怕陈默这个养子一个人在家太危险，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，带着你们一起出去旅游。你告诉我这叫什么狗屁一视同仁？对不起。陈和愣愣地看着手中的木偶，没再说什么。离去的背影满是落寞，看着陈和离去，你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回到房间后，你满脑子都是想着明天带陆思思去哪里约会，约会什么的对于你来说是一窍不通。要不去问问小若里。怎么了，陈凡哥哥？接着你便将这件事讲给林若里听。滚啊！这小妮子怎么了？是不是在学校被人欺负了？一想到这，你就有些着急的再次敲门。若里，你开门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
看着林若琳那湿润的眼眶，你刚想说什么？接着又是砰的一声，房门再次被关闭。这次任凭你怎么敲门，林若琳都没有再理会过。不是说好了要一直在一起的吗？为什么要抛下我？小黎，以后有谁欺负你，记得给我说，我是你哥哥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哥哥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？当然会。骗子，陈凡，你个大骗子！林若里眼角的泪水很快便将枕头的一角打湿。突然，林若里像是想到什么，陈凡，要不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亲自给你指导怎么样？不许拒绝。好好好。你也是生怕再惹林若里这小妮子不高兴。放心吧，我就跟在你们后面，不会打扰你们。我倒要看看那个狐狸精是谁。也行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第一次和校花约会竟遭遇小混混骚扰，一气之下你直接让他失去右手，却不料他的父母来到警局闹事。很快来到第二天早上，毕竟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约会，所以你也是早早来到约好的地点。等多久了？不是说好等我到了再叫你的吗？没多久，就一小会儿。确定？真的。好吧。对了，我那个妹妹。说完，你伸手朝后面指了指。可恶，长得还挺漂亮的嘛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妹妹挺可爱的。你觉得没事就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随后你带着他们上一辆公交车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好尴尬，找点什么话题聊呢？哎，小妮子，你多重啊？你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听到这话，陆思思也不由得笑了起来。而与此同时，陈黄正在筹备不久之后与金氏商业巨头的晚会。只要这次晚宴能拿到与江家的合作，那么海市的教主将真正的属于我们陈家。热吗？我们去那边树荫下休息一会吧。我没事。听话，我去给你买点喝的。很快你来到不远处的小店，老板3瓶营养快线。好嘞，您拿着。看着手机里那惨不忍睹的余额，你也只能叹息一声。看来是时候把摆摊的事得推迟一会了。哟，小姑娘一个人吗？妈的，老子跟你说话呢，还想走？这样吧，给我个联系方式，我就让你走，可以吧？你让开。小姑娘，你看你一个人，不如跟哥哥走吧，哥哥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别动他！哦，快他妈的松开我！抱歉，不要让我说第二遍。对不起，放开我吧。陈凡，小心！都给老子去死！周边的路人见状也是连忙拨打报警电话。还不肯把刀扔掉吗？陈凡哥哥都怪我，我就是个灾星。傻丫头说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警笛声、急救声相继传来。小妮子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估计要晚点才回来。好，你们注意安全。等流程走完，已经是傍晚。不过这件事全程都有监控，加上还有不少热心群众为你作证，哪怕那小青年的父母过来闹，也无济于事。陈凡过来签个字，顺便问一下是否要和解。下一次不要那么冲动，那种败类不值得拉上你们的未来，明白吗？我们知道了。还有要和解吗？对方父母愿意出2万。思思，你来决定吧。我听你的。那就和解吧，但我要跟他们谈一下。行，跟我走吧。思思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是我们错了，我们愿意出2万。10万？1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你们觉得猥亵学生加故意伤害应该判多少年？哦，对了，在公共场所掏刀伤害他人，威胁社会公共安全，应该还能再加点。到时候再找个媒体说你儿子故意伤害学生，你猜网友们会怎么做？这件事还是不要通知媒体了吧。老公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这孩子还不是你教育的。行了，同意了，那就双方签订谅解协议吧。在小青年的父母走后，你却拉住一位警察，悄悄说些什么。思思，快跑！站住，小子，别跑！怎么回事？陈凡犯了什么罪？要不要帮他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？小姑娘，你这想法很危险。快走！这小子有点意思，居然让我帮忙假装追他。陈凡哥哥，要不我们还是去自首吧？刺激吗？你骗我！对不起，今天的约会被耽误了，我才想着带你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。还有，你不必对我感到愧疚，既然我答应你了，就会做到男朋友应该做的。你可以对我撒娇，可以对我发脾气，可以把我当做倾诉的垃圾桶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但是我害怕你会讨厌我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那我能提一个要求吗？当然可以。等过几天，警察叔叔把钱款打给我，一半留给陆思思，剩下一半用来还陈家的3万块，还能省下来2万，正好能作为我摆摊的启动资金。我想去看海，看夕阳落在海里的模样，但公交车好像要停运了，要不算了。还能赶得上？糟糕，马上就要日落了，师傅能开快点吗？不行的，我小伙子，我多给您10块钱。好了，您坐稳。终于在最后1秒，夕阳即将落下的瞬间，你终于带着陆思思来到沙滩的边缘。好美啊！谢谢你，陈凡哥哥。小傻瓜。自从上次约会后，陆思思在面对你更加自然，不再时刻担心。但林若里回去后，便如同变了一个人，不再与你那般亲近。来到第2天清晨，你也赴约来到江医生说好的指定地点。思思，你就跟着我，陈凡，你没问题吧？于是当3人出现在晚宴的时候，
瞬间便吸引了大批的目光。而此时的陈黄正在2楼的会议厅与陈浩东交谈着什么。这次一定要拿下与江家的合作，只要拿下江家的合作，整个海市我陈家称第2，谁敢称第1？陈浩东雄心壮志地看着面前的企划书，这次是他们陈家飞跃的机会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小黄，你对那个江家大小姐江心了解吗？毕竟这次她才是这次宴会的主角。有过了解，她实经市医科大的高材生，最近来到海市的一所学校当校医。校医？哪所学校？好像是2中之前陈凡的学校。提到陈凡2字，两人都瞬间沉默下来。话要不还是让陈凡回来吧，再怎么说他也是陈家人，要是被外人知道这件事，传出去也对江家的名声不好。我之前给过他机会，可他呢？我说过，只要他不对所有人道歉，他就休想回来。思思，你尝尝这个也不错。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点心糕点，陆思思一时间有些汗颜。江医生，思思还是少吃点比较好。哦，对，是我忘了，我的错。我没事的，少吃一点也没关系。这样吧，你每样尝一口，剩下的给陈凡不就行了？这是不是属于间接接吻啊？就在这时，站在2楼楼梯口的陈黄似乎是注意到了角落里的人影。陈凡，江心小姐好巧啊！一点都不巧。还有，这是我男朋友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江小姐不要开玩笑。开玩笑。看到没？江心，你们俩是不是年龄之间差距是不是大了些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就喜欢嫩的。很好，打扰了。这下以后应该不会来打扰我了吧？谢谢你，思思。没关系的。而此时2楼楼梯口的陈黄在目睹全过程后，更是被震惊到说不出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陈凡被包养了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晚宴也正式开始。陈黄也朝着几人走了过来。哎呦，我这个脑子怎么忘了这种晚宴？陈家人也会出席。江医生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带着陆思思走了哈。小凡，等等！陈黄连忙出声叫住你们认识？爱不怕江小姐笑话，我这个弟弟有些不懂事。愿闻其详，还请陈小姐多说些，我也想知道一些她的事。江心表现得很感兴趣，这也让陈黄更是有一股势在必得的感觉。对不起了，陈凡，这都是为了陈家。江小姐，我这个弟弟他手脚不干净，还什么？还偷过我的项链，但我也并没责怪他，只是想他能学好。怎么会？没想到陈凡也……这都怪我没教育好他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，陈小姐？陈凡居然是这种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但他再怎么样，也不该与家里断绝关系啊。什么断绝关系？江心这时才明白，你为什么会住在孤儿院，为什么连几百块都拿不出来，甚至要帮他打工还债。没错，家里只是忘了给他配司机，他就……说完，陈黄还低下头去，一副家丑不可外扬的模样。这时，连不远处的陈浩东也对自己这大女儿的表现十分满意。陈浩东，你还真是有一个好女儿。对了，江小姐，这是我们陈氏集团的企划书，还请过目。陈黄瞅准时机，将自己的企划书递给江心。他也认为这次合作几经是势在必得，但就在陈黄信心满满的时候，江心却没有伸手去接。怎么了，江心小姐？陈小姐，为什么我眼中的陈凡和你口中的那个人不一样呢？你说他手脚不干净，偷你的项链，对吗？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可是他之前为了还几百块，甘愿在我这里打1个月的杂工。你觉得他会偷你的项链吗？你说他因为家里没给他配司机，便与家里人断绝关系，对吗？可是他会为了我的一个善举，便答应来这里帮我，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恩情，他都愿意倾尽所有去偿还。你现在还觉得他会因为一个司机便与你们断绝关系吗？这些事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得清，更何况作为家人的你们。陈黄小姐，我看两家之间属实是没有必要合作了。说完，江心直接转身离去。江小姐，等一下，陈凡他最近好吗？这就要问你自己了。怎么回事？江心小姐为什么走了？我有点累，先回去了。她现在只想回去调查当年的真相。当年你是否真的偷了她的首饰项链？你给我回来！陈和经常把自己锁在房间，说是在构思一幅画作，而陈黄更是寻找出几年前的监控，开始一帧一帧的寻找真相。或许在他的心里，也不相信当年的事是陈默诬陷陈凡的。陈斌也是时不时就往外跑，说是去找什么人，一去就是一整天，有时候连上节目都会推掉。看着餐桌上只剩下陈浩东与刘如两人，为什么这个家在他走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原本疼爱我的大姐，现在居然着手去调查当年的真相。但好在我几经提前买通之前的保姆，那段监控早就被销毁。还有二姐陈和居然会为了一个破木偶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。还怀疑我？怎么了，小莫？没事吗？我就是在想陈凡哥哥，想他做什么？正在楼上查看监控的陈黄也发现了一丝不对。为了支持你创业，江心竟拿出10万让你随便挥霍。哇，为什么这段时间的监控缺失了？当年的监控是谁管的？为什么少了一段？此话一出，陈默瞬间被吓了一跳。没想到大姐居然真的开始调查当年的真相，甚至几经找到这段疑点。监控之前的保姆管的，你看那个干什么？离职了是吗？我知道了。突然，陈黄看着一旁的陈默，小莫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向我要过我房间的钥匙吗？大姐，你是怀疑我吗？我说了，只要哥哥回来，我愿意离开这个家。小莫，我不是。够了，为了那小子，你看看现在家里像什么样子？怎么？
你非要把你弟弟逼走才行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当年的真相。小莫，当年你确定没有把钥匙给过别人吗？面对大姐的追问，陈默内心更是慌了神。我有些不舒服，先回房间里。说完，陈黄还想追问什么，却被陈浩东再次叫住。陈黄，当年是我让小莫去你房间拿文件的，怎么连我你都要怀疑是不是？你弟弟不是那样的人。看着面前的两人，陈黄也只好叹息一声，转身上楼。没过几天，你就收到了来自警方的打款，整整10万块。但无论你怎么说，陆思思都不愿意收信给你。思思，你小男友给你就收下呗。那这样吧，这5万块钱就相当你入股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此话一出，江心立马表现出感兴趣的模样。入股？什么入股？带我一个呗。啊，我就是想着摆个小摊赚点钱，请您入股不太合适吧？摆摊怎么了？多的是人靠摆摊发家呢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可能……哎呀，别废话了，我出100，10万怎么样？10万，江医生你就不怕赔了吗？没事没事，到时候要是赔了，你的思思就是我的了。江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哟，你脸红了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到时候你带我去，我给你出谋划策。于是3人便一同前往不远处的海事部行进。对了，陈凡，你准备卖什么东西呢？说实话，现在能挣钱的生意早就被别人做了，我也不是以此为主业，所以很难竞争过这些老油条。听着你的话，江心也是点了点头。没想到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居然对自己的定位如此清晰。突然，一道身影快速向着几人冲来。滚开，快滚开！一个染着黄毛的小青眼看就要撞上陆思思，你连忙将陆思思拉到身后，而随即出现一个拿着扫帚的少女出现在几人面前。别让老娘逮到你！不好意思，没吓到你们吧？要不我请你们到我店里吃碗面吧？你们等一下，一会就好。少女还是那么雷厉风行，将几人安顿好，便前往后厨忙活。不多时，3碗汤亮味鲜的牛肉拉面便出现在几人面前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刚才差点撞到你们。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没放盐？你此话一出，几人皆是面面相觑，一时之间气氛相当尴尬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给忘记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换一碗。话说这里的位置虽然说不上好，但也绝对不差，为什么没人呢？江心暗自思索，而你自然也是看出一些问题。按理说厨师怎么可能会忘记放盐？除非刚才的姑娘不是专业的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就在这时，3道身影出现在店内。周若云，你给我出来！一看面前的3人就是来找事的。正当你准备悄悄报警的时候，周若云几经听到动静从后厨出来，而她的手上还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。我说了，要钱去找那个赌鬼。小妞，别的不说，这家店铺是在你那个赌鬼老爹的名下吧？这样吧，你把这家店给我，这10万块就这么算了。这家店是我母亲的，不是那个赌鬼的。10万块就想拿走这家店，我看你是异想天开了吧？你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是谁？我是这家店的投资人啊！10万块是吧？我出了。说罢，江心手接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这原本是准备给你的，正好用来帮你投资了。但这壮汉见江心出手大方，又这么好说话，立马变卦。不是10万，是100万。此话一出，就连壮汉身后的小弟都面面相觑。这可是100万呐！就连壮汉的额头都冒起冷汗，他其实也慌得一批。老娘先把你剁了！周小姐冷静，你们知不知道法律不承认赌博所欠下的钱款及交易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听不懂，我只知道他老爹欠钱不还。还有你刚才敲诈我100万的事情，已经被我录下来了，怎么要听听看吗？而壮汉一听敲诈，顿时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敲诈了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的能力你或许不知道，但把你送进去蹲个几年绝对没问题。不相信你们可以试试看。你大哥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好，你给我等着瞧。于是壮汉一把拿过桌子上的银行卡，便匆匆离去。这位小姐，我叫我江心就好。江小姐，这家店1年的利润可能都没有10万。周小姐，你觉得为什么你的店里没有客人呢？此话一出，周若云也是小脸一红。是之前那帮人捣乱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其实不太会煮面。这样吗？我知道了。你微微深思片刻，终究还是决定试一试。这样吧，我去后厨试一试。什么意思？陈凡还会煮面？没一会功夫，一碗有些与众不同的拉面出现在周若云面前。你们可以先尝尝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鲜？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周若云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你，原本以为你只是在吹牛。秘密，等过一点时间再教你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说着，江心继续掏出10万出来。江医生之前的10万块几经算上入股，其他的我来就好。说着，你直接给周若云赚了2万。这是定金，剩下的5万块我会在下个月给你，利润3/7。55就好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用，说实话也就会拉个面。也行，那就江医生那3成，剩下的2成我与思思分就好。我就要1成，剩下的你们小两口分。与此同时的陈家，陈浩东看着眼前的陆小以及被陈黄带回来之前被辞职的保姆赵婶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些都是真的吗？老爷夫人，这些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小少爷吩咐我才做的。小少爷还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永远不要回来。够了，滚出去！是。赵婶也是连忙心惊胆战的离开。
生怕下一秒怒火便会降临在他的头上。而调查出真相的陈黄也是如遭雷击，他没想到一向疼爱的弟弟居然会做出这种事。陈默人呢？让他回来见我。陈默少爷他去同学家里，说要明天才回来，打电话让他给我滚回来。正当陈黄准备给打电话的时候，却被刘如给阻止了。花儿，小莫可能只是一时糊涂。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偏袒他？我只是不想让小莫难过，他已经没有父母了。要是我们在……行了，这件事先不要再提了，先把陈凡接回来吧。爸，这怎么行？最起码要当着陈默的面说清楚才行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刚给小莫办了成人礼，这件事如果传出去，我们陈家的面子往哪搁？此话一出，陈黄也是沉默下来。先把小凡接回来，剩下的事以后再说，明白了吗？没办法，陈黄也只能失魂落魄的点了点头，接着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放学，你也来到了陈家大门，准备把这3万块钱还给他。自此，我将与陈家彻底断绝联系，两者互不相欠。小少爷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刘管家有些激动地看着你，他之前一直很同情你的遭遇，虽然不能在明面上为你说话，但背地里还是十分照顾你的。刘爷爷最近还好吗？对了，不用叫我少爷，我早就不是陈家人了。小少爷别开玩笑了，老爷当时也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。刘管家也是连忙岔开话题，带着你来到江家别墅大厅，而此时陈浩东也正坐在客厅看着报纸。老娘，小少爷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先坐吧，我去叫你母亲和姐姐下来。听到这些话的瞬间，你也是一愣，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，这还是那个陈浩东吗？可以，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，也省得他们再来打扰我。很快，陈家的核心人员也已经到齐了。小凡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晚上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用了，我来是有事给你们说，说完就走。为什么要走？就当妈妈求求你，你留下来好吗？陈凡，既然你非要来打扰我的生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就一件件说。小凡，之前是姐姐错了，你原谅姐姐好吗？为了能尽快把话说完离开，你也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行，原谅你行吧？我来呢是想和你们说，小凡啊，这二中就还是比不上海高，过几天我安排你去海高上学吧。我真服了，就不能先让我把话说完吗？不用了，二中挺好的。你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在被富豪老爹找到，并要求你继承100亿资产时，你却是当场拒绝。小凡，之前是姐姐错了，你原谅姐姐好吗？求求你把这个收下吧。行，给我吧。陈黄见状也想对你说些什么，却被你直接打断。好了，先吃饭吧，有什么话之后再说。早点吃完，早点把钱还给陈家，到时候两不相欠。小凡，你这几天过得还好吗？好得很，睡得香，吃得饱。你没见我多胖了吗？这些天你可谓是过得十分舒心，再也不用面对陈家人无休止的刁难，舒服得很好吧？小凡啊，你真的不想去海高上学吗？我可以托人把你带进去。陈浩东刚说完话，就听见啪的一声，原来是陈默一不小心用力过猛，把筷子给折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去一趟卫生间。说完，陈默便匆匆离开座位。我说过了，我不去海高上学，就算我要去，也不需要你们的帮助，能明白吗？小发，这二中与海高的差距可是不小，以你的成绩，怕是……成绩这不用你操心，要不还是听你爸的吧。在刘慧的印象里，你的成绩好像一直都是垫底的来着。是不是你好儿子陈默说我成绩垫底啊？你一眼就看穿刘慧的心思，我就知道肯定是陈默那小子搞的鬼。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，哪有父母从来不关心自己亲生儿子成绩的？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之前从来不管问都不问，现在关心是不是太晚了？刘慧一时间也是哑口无言，她对你的成绩好像从来都是从陈默口中得知的。我上一次模拟考试海试前200，应该不比你儿子陈默差吧？此话一出，陈浩东也是惊讶不已。这怎么可能？二中与海高的差距还是很大，全市前100基本上全被海高包圆了。小凡，你不会在骗我们吧？此话一出，陈浩东也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，只是你对于这些偏见早就习以为常了。那如果要是陈默说他考了全海试前200，估计你们现在都得大摆宴席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不就是觉得我说谎吗？就当众人以为你要拿出什么证据的时候，你却是两手一摊。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相信？你们是谁？很熟吗？为什么要证明给你们看？见此情景，陈和连忙站出来打圆场。既然小凡不想去海高，那就不去好了，二中也不错。是啊，先吃饭吧。至此，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才再次缓和下来。忽然门外传来一声沉闷的倒地声，众人也是纷纷放下筷子，出门一看，居然是陈默昏倒在门口。小默，快送医院！行了，你们2个还不赶紧跟上，不然一会你们亲爱的弟弟万一死了，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这又是何必呢？为了让我不回到陈家，对自己下手也确实够狠。就刚才那片淤青，想想就疼。可是我本来就没打算回陈家，吃完饭把钱还上就走啊。小凡，你们先去，我回你们陈家别墅等着，可以吧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一定要等姐姐回来。
你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在原地坐了许久。与此同时，陈默被送进急诊室后，刘慧这才想起来你的存在。我要回去找小凡。好在陈黄与陈和及时赶到，听到你先一步回陈家，刘慧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是我刚才太着急了，等我回去一定会好好补偿小凡的。其实你不知道的是，之前一直骚扰江心的刘宇就在你的隔壁包厢。此时刘宇喝的是脸红脖子粗，他从来没想过江心居然会喜欢小白脸。嘿，都给我喝。大哥，要不歇歇一会儿吧，咱们吃点菜先。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此话一出，两个小老弟也是面面相觑。不是，刘宇这种超级富二代不会再当舔狗吧？这可不行的啊！两兄弟对视一眼，也是点了点头。大哥，能跟我们哥俩说说吗？我们哥俩也想学习学习。见两个小老弟主动问他，而且他现在也是醉酒状态，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他居然跟一个小他6岁的小白脸好上了，老子哪点比不上那个小白脸？此话一出，有些微胖的小老弟也是一惊。什么意思？老牛吃嫩草，大哥有没有可能？他们只是在演你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江心他有洁癖。见自己大哥又开始猛灌，两个小老弟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先把刘宇拖出去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我还要喝！一直到天桥边上，被有些凉爽的晚风一吹，刘宇这才清醒些许。大哥，咱们不能让那小子再这么嚣张下去，咱们得想想办法呀。对，必须要给那小子好看。他妈的，居然敢跟老子抢女人，活腻味了！大哥，你说那小子有没有可能还是学生？学生？刘宇仔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突然，刘宇一瞬间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江心学校的学生，我见过他。随着刘宇的大喊大叫，也引起了路人的侧目，但他现在自然是不会在意这些。当时我去学校医务室找江心的时候，那小子就在江心身边，怪不得江心会一直拒绝我，原来是早就跟别人好上了。大哥振作起来啊，我想到办法了。此话一出，刘宇也是瞬间来了精神。眼前这个男人明明是个超级富豪，却一直恳求这个少年当他儿子，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卑微呢？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大哥，你想，既然江心小姐是学校的校医，而那小子是学校的学生，你觉得学校会允许这种关系的存在吗？是啊，学校怎么可能会同意他们在一起？刘宇听闻更加兴奋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们先举报给学校，他们必定会顶不住学校的压力分开。到时候江心小姐一伤心，大哥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不得不说，这瘦高小老弟还真是个人才。可是我追了江心那么久都没有成功。大哥，你听过英雄就美吗？自古美人爱英雄。到时候我和大壮假扮混混去欺负江心小姐，大哥您再出现救下江心小姐，这事不就成了吗？听完高瘦小老弟的讲解，刘宇更加兴奋了。好好喝，到时候成功，奖励少不了你们的。此话一出，两个小老弟也是喜出望外。那么现在，嘿嘿。刘宇直接打电话给他在海市的人脉，让他帮忙找出江心学校校长的电话。看着手机里的号码，刘宇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。喂，是二中校长吗？我要举报。此时你也回到了陈家别墅，刘管家也是早早在门口等待，但看见你一个人打车回来，也是有些疑惑。小少爷，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老爷夫人呢？正在医院陪他们的好儿子陈默呢。今天是陈凡少爷回家的日子，再怎么样也该留一个人陪着小少爷才是。那小少爷您等一下，我去跟您收拾房间。可刘管家刚要转身，却被你给拉住。刘爷爷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不会留在这里的。小少爷，先带我进去吧，我会等他们回来，把一些话说清楚。对了，刘爷爷，我也能进我自己的房间看他吗？当然可以，少爷请跟我来。打开房间的瞬间，一股酸涩感涌上心头，一切都是老样子，还是那张有些简陋的小床，课桌上依旧摆放着那些小物件。不过让你没想到的是，之前陈黄送给你的盆栽，居然还是那么郁郁葱葱，很显然是有人照顾。难道是陈黄？突然你看到了桌子上的相框，相框里面唯一的一张照片，是你当时回到陈家时，刘管家用手机帮你们照的一张合影。你轻轻擦去相框表面的灰尘，看着当年相框里的自己，也不由得微微一笑。早已物是人非，之前那个贪恋亲情的陈凡，早就死在前世的大火里。看着相片里的一家人，你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没有了我，这一家子应该会过得很开心吧？这样也不会再来打扰我的生活，从此陌路相逢而不识。这时你拿出刚才陈和还给你的木偶，先是被陈默摔断一条胳膊，又被你直接砸碎，所以哪怕陈和十分认真的修复，依旧掩盖不了木偶身上的斑驳裂纹。何必呢？你想了想，还是将木偶摆正放在桌子上。就把你留在这吧，留在你身边只不过徒增念想罢了，还不如就放在这与这些盆栽、相框留在一起。再见了。一直到凌晨，他们一家人才从医院赶回来。对不起，小凡，刚刚是妈妈太着急，才把你给忘了。妈妈现在就给你收拾房间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就走。小凡，你不是说回家等我们的吗？为什么还要走？
是啊，我只是说等你们回来，没说我要住在陈家吧。小凡，我知道你还在怨恨妈妈，可是你弟弟他跟陈默没有关系。这时父亲陈浩东也站出来说话。小凡，之前是父亲对不起你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会立马向外界公布你是我们陈家少爷的身份。陈先生，你不觉得这些事是你早就应该做的吗？可是陈家是怎么做的呢？把我说成保姆家的孩子，难道陈家那所谓的名声就这么重要吗？陈凡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这小子居然还在叫我陈先生，怎么？难道你真的想脱离这个家？老陈，刘慧也是连忙上前拦住即将爆发的陈浩东。你看，明明是你的错，现在搞得好像我才是罪人一样。我有什么错？没有陈家，哪有你臭小子的现在？这些年来，我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陈家，我绝不允许有人破坏陈家的名声，哪怕是我自己也不行。是吗？那你又何尝知道我这16年是怎么过来的？这16年，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你们陈家。我走，你们难道不应该高兴吗？小凡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走了，我们怎么会高兴？我走了，你们的好儿子、好弟弟陈默，不就再也用担心你们会把他赶走吗？小莫他不是。刘慧还想说什么，却被你直接打断。我知道陈默他那么善良，怎么会担心这些呢？对吧？妈妈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这里是之前欠你们的3万块钱，你们要数数吗？当你从包里掏出3万块钱放到他们面前时，众人也是面面相觑，一时间静默无语。陈黄更是一惊。小凡，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？陈黄害怕你是真的被那个江心给包养了。放心，不偷不抢，干净的很。说完你便要转身直接离去，却被陈和一把拉住。小凡，你之前不是说过原谅姐姐了吗？求求你不要走。看着陈和可怜的模样，陈小姐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所以也请陈小姐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当你走后，陈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。陈浩东做梦也没想到，你居然真的不在乎陈家少爷的位置。小凡他会回来的，对吗？刘慧有些怔愣地问着身旁的陈浩东。妈，小凡他真的走了。陈黄说完这一句，便愣愣地上楼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还小凡一个公道？陈黄不明白，为什么陈浩东与刘慧不愿意把当年陈凡被冤枉的事情说出来，就为了陈家那可笑的名声。要是还小凡一个公道，他会不会就留下来了？但陈黄知道你已经被陈家伤得太深。对不起小凡，是姐姐对不起你。走在回孤儿院的路上，你只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这下总算是与陈家互不相欠。晚间的微风拂面，自然是非常舒服。哪怕已经是凌晨，不少烧烤摊前依旧是人声鼎沸。说实话，你之前真的非常羡慕这些人，自由而又洒脱，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也是为自己而活。不过你现在也将为自己而活。当回到孤儿院时，门口依旧矗立着一个熟悉的人影，而你见到是林若里，还以为他会像之前一样跑开，但这次林若里居然主动向你走开。突然，林若里一个快步，直接冲进你的怀里。你也是一愣，感受着怀里的温暖，还是笑着摸了摸这小妮子的头。这是怎么了？之前为什么不肯理我？此话一出，林若里也是狠狠在你的腰间拧了一把。哼，就是想欺负你一下，不行吗？下一秒，林若里却是直接哭出声来。陈凡哥哥，你就是大笨蛋、大傻瓜、大蠢货！少女将青春期那懵懂的感情全部寄托在你的身上，但为什么你就是感受不到呢？怎么哭了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。就是你欺负我啊！我怎么欺负你了？反正就是你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好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，大小姐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随即林若里又再次报警，这一次她是以妹妹的身份与你认真对话。陆思思是个好女孩，你可不准欺负人家，听到了吗？说完，林若里转身回自己的房间。你看着这小妮子的背影，也是微微一笑，这或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刚到学校就被校门口的校长带走了，你自然是一脸懵逼。校长，您老人家怎么有时间来找我？上集说到，刘宇为了将你开除，动用了整个海市的人脉。第二天一早，校长就把你叫到了办公室。校长也是看了你一眼，他其实也不太相信之前电话里那人说的话，所以还是打算先试探你。怎么，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？您可别欺负我年纪小。行了，坐吧，我去给你泡点茶。怎么能让您老人家亲自动手呢？我来就行。今天你小子怎么这么积极？校长也是有些惊讶，总感觉你似乎与之前有点不一样。这小子这么殷勤，不会是真的合江校医？这不是想着孝敬你吗？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。校长看着你递过来的茶杯，也是小小的抿了一口。不对，你泡的什么茶？就您柜子里的茶呀。你别说，这茶还真不错。你！校长瞬间就有种气血上头的感觉。这可是我老战友给我的极品大红袍啊，我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碰，你小子居然一下就放这么多。罢了，喝了我的极品大红袍，就给我好好学习，学出个人样来，知道吗？突然，校长接下来的一番话打得你是措手不及。陈凡，你是不是和江医生好上了？校长，您在说什么？你小子别给我打混，老实交代。这些天你每天放学都跑到医务室做什么？这不是小事，你最好是老实交代。校长，您老人家误会了，我之所以每天晚上往医务室跑，是因为之前昏倒，我没钱给江医生，所以才选择给江医生打工抵债。
那你和江医生一同进出校园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天晚上大半夜，你把江医生送回学校是怎么回事？校长，您老人家真误会了，我慢慢跟您说。于是你把之前江心带你出去参加晚宴的事情全都讲给校长。当时思思也在场。思思，你瞬间意识到说漏了，连忙改正。就是陆思思同学，她跟江医生是好朋友来着。听完校长也是沉默片刻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去找江医生当面说清楚。我看这就不必了吧？怎么不敢？这倒不是，怎么跟江医生解释啊？还希望江心千万不要误会。但这一切都被门外来给老师找送试卷的陆思思听见，陆思思也不由得捏紧了送试卷的小手。不会的，陈凡哥哥怎么会跟江医生？当你跟随校长来到医务室的时候，江心正在给学生看病，而陆思思也是小心翼翼地跟在你身后。给你开点感冒胶囊，平时注意保暖，多喝点热水就好。校长，还有陈凡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江医生，我来是想找你了解一点事情的。校长也是不再啰嗦，直接把有人举报江心与学生谈恋爱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江心听完也是一脸懵，是谁这么无聊？突然，江心也是想起一个人。刘宇，不用说，除了这个小人，谁还会干这么无聊的事？没办法，江心也只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给校长。那就好，既然解释清楚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听到江心与你所说的大差不差，校长也就放下心来。而在门口偷听的陆思思也是稍稍松了一口气。我就知道陈凡哥哥不会这样的。那我和这小子就先回去了，不好意思打扰江医生了。就在校长与你前脚刚走，一身精致职业装的女人便出现在医务室门口。你不就是之前在晚宴上自称陈凡姐姐的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难道今天这个女人过来还是为了合作的事？我来做什么？应该是问问你自己做了什么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做了什么？你说你对我弟弟陈凡做了什么？见又是与陈凡有关，江心也是不由得有些头疼。今天这事怎么了？我跟陈凡怎么样？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？我是他的姐姐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陈凡的姐姐，你还好意思称自己是陈凡的姐姐？当时你是怎么在我面前诋毁他的？你不会忘了吧？现在说自己是他的姐姐，是不是太无耻了些？听着江心的话，陈黄也是再也没了之前的气焰。我之前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陈凡的姐姐。先不说这个，你是不是在包养陈凡？此话一出，江心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先前有人举报我与陈凡谈恋爱，就够离谱的了，现在直接说我包养陈凡，不要想着骗我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且不说我没有，就算我真包养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你想跟我江家掰掰手腕？我们江家可从来没怕过谁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就凭你是他的姐姐，那陈凡之前因为低血糖晕倒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陈凡没钱看病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说什么？小凡之前昏倒过？呵，你还有脸问？总之，你最好不要打小凡的主意。说完，自知理亏的陈黄也只能转身离去。等陈凡放学，我得亲自去问个清楚。你年仅18就意外成为了全球首富，可却在生日当天自焚在自己的别墅中。你的3个姐姐拼了命的冲进大火，为了去救那个还没睡醒的贾少爷，可他们全然忘了被他们以惩罚为由锁在保姆间的你。那种被火焰吞没，头发一点点被烧光，身上的每一寸皮肤被灼烧的剧烈痛楚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也许是老天都看不下去，才给了你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但这一次你真的累了。这些期盼已久的亲情，换来的却是无尽的痛楚。可是为什么这次他们却后悔了呢？一直到下午放学，你来到学校医务室帮忙的时候，才得知陈黄来过这件事。江医生，你知道是谁打电话举报给校长的吗？江心也是微微皱眉，终究还是没有对你说出他心中的想法。毕竟刘宇并不是你能够对付的。暂时不太清楚，但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就好。罢了，还是去找一下我的妹妹江白吧。但一想到江白那个疯子，江心就感到一阵头疼。就在这时，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点开一看，正是拉面店的少女周若云。只见电话那头的周若云支支吾吾的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但是你却从她的声音中听出一丝哽咽。不要着急，慢慢说好吗？陈凡，我妹妹她生病了，需要5万块钱。电话那头的周若云努力止住想哭的情绪，她知道向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借钱，肯定会被人当作捞女，甚至是骗子。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江医生，你怎么看？你不是圣人，不可能为了一个刚认识几天的人便无条件的付出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愿意借给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不好意思，周小姐，你想多了。说完，你便将电话挂断。我不是。借给周小姐吧，我相信周小姐不是那个意思。行吧，一会我们去面馆找她。等到你干完活，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却发现陈黄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这陈家人怎么阴魂不散的呀？之前不是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吗？为什么非要来打扰我的生活？小凡，能和姐姐谈谈吗？不必，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你依旧是直接拒绝。陈黄也是将目光转移到陆思思的身上。小姑娘也是小凡的同学吧？我是她的姐姐。够了！你没等陈黄把话说完，便直接打断。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与陈家的关系。走吧，
有事就快说。来到一家咖啡店，陈黄已经提前预定好一个位置，周围也没什么人的座位。有什么事就快说。小凡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服务员把我之前点的东西送上来。对了，这位同学还没请教。陆思思见陈黄问他，一时间也有些慌张，主要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陈凡的家人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叫陆思思。陆思思真是个好名字，我是小凡的姐姐，你叫我陈黄姐姐。行了，有什么事赶紧说。而陈黄看了一眼陆思思，还是选择直接说了出来。小凡，你是不是对江心包养了？此话一出，陆思思也是不由得瞪大了双眼。这个女人在说什么？与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小凡，你可不能为了钱就……是啊，我就是为了钱，我回陈家是为了钱，偷你的首饰也是为了钱，这下你满意了吗？说完，你便直接带着陆思思起身离去。见你起身就要走，陈黄也是连忙跟了上去。小凡，姐姐不是那个意思，姐姐只是担心你被人骗了，所以才……姐姐，你早就不是我姐姐了，你难道忘了吗？说完，你便再也没有回头。而陈黄听到你亲口说自己不是他的姐姐，也是愣在原地，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。为什么？陈黄只感觉内心被猛地刺痛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就是不肯原谅我？可笑的是，他连还你一个清白的勇气都没有，居然还觉得你会原谅。